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今天就不露脸了，因为讲到了大家最爱看的 SCP， 相信大家比起看到我这张老脸，一定更想看 SCP 的素材，对吧？上期让你们点赞、评论、投票出最想看的 SCP 项目，正正看到了好多老粉的身影，真的太感动了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正正一向是有求必应。那么本期带来的这个 SCP 是正正个人觉得算得上是真正强大的 SCP 之一，当然仅限于个人感受。如果大家有异议的话，欢迎去评论区讨论一下自己的想法。那这个 SCP 为什么会给我带来这种强大恐怖的感觉呢？因为它是一个造物者，并且自己还是在不断成长当中。对于这样的生物，我相信即使基金会收容了它，总有一天它也能毁灭全世界的。它就是本期要讲的 SCP-354 血池。血池首次发现是在某次飞机失事中，一位幸存者偶然跌落到血池附近，发现了这片神秘的湖。据当地的居民称，在 SCP 基金会人员赶到并对其进行威胁处理之前 ，SCP-345就已经是当地的一个传说了。那为什么叫它为血池这个名字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红色液体的湖，液体的粘稠度大致相当于人类的血液，但是和生物学上的血液又有所不同。血池没有明确定义的血岸边界。泥土混杂着液体，但是距离中心越远，泥土就会越多，而血液就会越少，土地就变得更加坚实。如果有人潜入该池子之中，这些血液会变得越来越粘稠，所以到现在都没有能够真正到达过湖底。其实，在基金会刚刚介入时，还建立了专门的观察站来监视这个血池，防止外来者靠近。SCP-354 一开始也只是被列为 Euclid 级别，直到后来被发现它的特性不容小觑，升级为 Keter 级，因为这片血池会时不时的冒出来各种各样奇怪的生物，并试图逃离围栏。几乎所有从 SCP-354 冒出来的生物都极具敌意，并且极为危险。那么血池里冒出来的这些生物到底是什么呢？基金会通过观察，目前已观测到的有9个生物，这些看上去毫无联系的生物竟然从同一个池子里面跑了出来。以下代号并不是按照顺序排列的，1号是第一个摧毁观察站的生物，它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蝙蝠，当它刚刚放出来的时候就立马被机动特遣队处决了。2号则是一只熊大小的哺乳动物，身上覆盖着剃刀般的尖刺，外形看起来像针眼。事实证明，该生物实际上是可以防弹的，但它无法越过 SCP-354 的围栏，最终被凝固汽油弹处决了。3号看上去就不像是动物了，是一个能够悬浮的黑色金属球，它会放射出高度集中的中电力辐射线，这种辐射线会导致严重的残疾，很有可能会因为伤势过重而立即死亡。负责 SCP-354 收容区的博士用长柄铁锤狠狠地击打它，导致它残废，而由此消灭了它。不久，3号立即爆炸，区域内的设备都被损坏了，博士也受了重伤。博士身体完全康复后，因为他表现英勇，还获得了奖励。再来说说4号，4号呢是一种人形的爬行动物，身高约4.6米，它设法逃离 SCP-354 区域的围栏，枪炮射击只会导致它轻微的皮外伤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但是后来机动特遣队被派遣到现场，利用强制措施处决了该生物。6号是一个印度血液的男子，趁着围绕 SCP-354 的围栏还没有完全修建好，他试图逃离，但直接被射杀了。博士对迅速解决6号的行为表示很不满，在对6号研究后，发现他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。14号这个生物就不知道用什么形容了，因为它大部分的身体都隐藏在湖面之下，它有5只类似于章鱼的触手，可以灵活地从湖中伸出，甚至可以伸向围栏之外。该生物还抓住过几名地级人员，把他们拖入湖中，在枪炮交战之下，该生物的触角被严重烧伤，它重新回到了湖里并消失了。被抓走的地级人员也再也没有出现过。15号是一种猫科动物，身体由蓝色透明晶体组成，后来被证实是冰。作为一只合格的猫，拥有很强的灵活性，它可以跳过墙，也可以躲开大部分射向它的子弹。它对于一切接近它的人都怀有敌意，袭击了所有与它交战的工作人员。当它从血池里出现的时候，就遇到了16号生物，但是在交战中被它杀死了。而16号也是一种猫科动物，不同于刚才讲的15号，它是用深褐色的石头制成的。后来发现它的成分是半凝固的岩浆，枪炮在它身上毫无作用，没有人员遭到袭击，它也没有想过要逃离围栏，本来相安无事，直到消灭15号后，它的身体逐渐冷却，导致行动缓慢。本来身体是半凝固的岩浆，等它完全变得凝固后就停止了移动。最后它被带到了博士的办公室中，当做雕像来观赏了。最后一个18号是一个金属机器人，被地级人员描述为终结者。该项目可以隐身，不被人眼看见。他很擅长反抗，有次在收容区域里面暴走，在交战中他杀死了90%的守卫人员，但是对自己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他从湖里出现60分钟以后，自身的主体被分解成了组件，电源模块被破坏，因此该项目停止了功能并失去了能力。他的遗骸也
也正在被研究当中。可能会有小伙伴说，按照编号并没有提到 SCP-354的5号、7号或者别的顺序编号的项目，是因为由于未知情况，信息被删除了，对此一无所知。血池里出现了这么多危险的生物，真的很可怕，就像是一个制造 SCP 项目的机器。SCP 基金会将其收容，可能这样的行为激怒了他，所以不断的向外界扔出各种各样的怪物进行报复。一名特工曾经测量过血池的边界，与第一次被发现时的照片进行了对比，发现 SCP-354还在快速的成长，每一天都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强壮。正正觉得 SCP-354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K 特级生物，很难收容，出现的怪物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。随着血池日益强大，范围越来越大，可能出现的怪物会越来越难对付，说不定还会出现更难收容的新型 SCP 项目。到那个时候，整个世界都会被血池覆盖，细思极恐。好了，本期 SCP-354血池就讲到这里了，感谢投稿的粉丝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还是老样子，评论区下面留下你们最想看的 SCP， 我挑一个点赞最多的奖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